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为您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前队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成老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中东的战况。尽管看起来好像表面上停战了，可是还是有零星的一些状况出现，包括川普刚刚才强硬的警告伊朗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哦。”美军的一架 MQ4C 的无人机啊，就是所谓的死神无人机，突然这个海神侦察无人机突然在波斯湾的上空飞，消失了，下落不明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显示无人机是从5万英尺的高度迅速降到1万英尺以下，然后呢，飞机上传出了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这是在呼救吗？虽然它是无人机啦，可是呢，就是有个紧急的一个讯号出来。美国海军新闻处现在没有任何的评论。那这架无人机的现况目前不知道在哪里没有人证实。那如果伊朗的防空或者是电子战系统让它失效、失灵或是坠落那德黑兰或许已经证明了能够在不公开使用武器的情况之下，威胁美国最昂贵的海上情报平台这个透露出来背后的讯息其实是非同小可的。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9天丢了8架 MQ9 的死神无人机开战之后，它掰了24架。损失将近230亿，合台币大概是228亿，因为它非常贵啊，观众朋友，我们台湾也要买所以呢，在这个战事的耗损，这个无人机为什么耗损这么大事后可能也要被拿出来一个一个做检讨。有专家讲说伊朗袭击之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就变得毫无用处。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说，现在这些基地美军基地被伊朗空袭还有各种攻击之后，已经不适合居住了所以是废掉了吗？那未来到底要怎么办？是直接撤军，还是说在维修现在都不知道。那另外我们看到目前有9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正在从欧洲的美军基地飞往中东，所以不是说不打了吗？不是说要谈判了吗？怎么搞的？美国现在的动作也非比寻常你这么多的运输机往欧洲飞往中东，那你运的什么东西？还有人有物资吗？我们看到停火生效后24小时之内，超过70架的运输机降落在中东，非常频繁这是航机的轨迹如果依这个规模可能专家就说可能在为地面进攻做准备，这更加深了人们对于川普利用停火协议重整旗鼓的怀疑。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川普的下一步是什么。尽管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和平了，大家要坐上谈判桌谈了，可是你看到他的动作非比寻常。另外，我们看到一直到4月8号，行动区域内部署了这讲的是美军2艘航母，还有19艘的驱逐舰。此外，乔治布希号的航母以及卡尼号驱逐舰正在横渡大西洋，很可能也要往地中海。所以局势有没有可能再次升温，谁都说不准，因为太多的动作没有办法忽视这个动作背后它可能要造成的目的或效果。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军公布了对伊朗作战的伤亡人数，说是有13名美军死亡，381个人受伤，这是美国国防部说的他们说有7名美军在行动中被敌方火力击毙他们是美国军人。根据推测，可能在3月1号，也就是美军闪电去攻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击，在沙国遭到伊朗空袭身亡的美军士兵。那还包括我们看到有6名空军人员的死亡，被归为非敌对行动，其中包括一架 KC-135的加油机，还记得吗？那个加油机那时候被攻击，行动中这个被击毁他们在支援空中作战的时候丧生。那另外呢，还消耗了什么？600万顿饭。760万杯咖啡不打仗也要吃饭不打仗也要喝咖啡不过这个都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他们在记者会上就公布了这一些他们所提供的
各项物资，还有消耗多少的物资哦，以及当然就是包括我们看到作战的伤亡人数。我刚刚讲了，川普到底要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你看到这么多运输机飞往中东，还有呢，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哦，在美国，我们看到美国征兵名册改为自动登记哦，这个是美国兵役登记局提交一项法规变更案，从12月开始要针对18到25岁符合条件的男性实施自动登记制度，也就是说，你只要年满18岁，我就把你列为这个征兵制度上的名单哦。我们看到网友就说了，川普，你的小儿子拜伦先去当兵，你先去当兵再说。因为大家也很担心啊，川普是不是有可能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来，先请教舰长。川普到底想做什么啊？其实他就是不断的塔口，不过他塔口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啊。如果我们先看这个有关于MQ4来讲的话哦，那其实它叫做全球之鹰啊，它是美国现有无人机可以飞到最高的，也就是可以飞到15000公尺这么高的高度。那如果我们现在看这个荧幕上所显示的啊，也就是它起飞之后，它已经飞越这一个赫姆兹海峡了。那他认为啊，它可能很安全。当然不是他认为啦，是地面控制的那个人员。那他飞越之后呢，他又转回来。那他转回来之后，然后我们如果看到他最接近那个最后一个消失的那个位置啊，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伊朗了。那现在美军的心中都认为伊朗没有防空飞弹，那所以他可以这样有恃无恐的，但是偏偏不是如此啊，也就是他这一个绝对不是用肩射型就可以打下来的，他一定是这一种我们讲到的中程以上的防空飞弹才能够拦截。这种拦截呢，也不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的时候，其实伊朗也同时的就是直接的击毁一架这个 RQ4 的这个无人机啊。那击毁最后的一个镜头就是看到了这一个爆炸的状况。然后因为我们讲到这种防空飞弹，它都是用预制破片然后杀伤的，它不是直接击毁的。那当时的争议，也就是我们看到这里就是霍姆兹海峡。当初我们看到这个革命卫队，他说你已经飞入我的领空，但是如果按照五角大厦的说法的话，他说我没有啊，但是这反正永远扯不清，但是实际上被打下来过。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征兆的一个因为它可以飞得很高啊，然后它飞的时间可以到36小时，飞行的航程可以到达2200公里啊，22000公里啊，所以它飞的距离非常的远。至于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大西洋以及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啊，其实我们都说停战了，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是美军的一个个军徽啊，那他们就是不断的还在往中东增援，也就是往约旦以及往以色列增援。那这只是空中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我们看海面上啊，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一个就是布希号的一个打击群，它已经不是在美国诺福克的这一个周边了，它已经开始准备横渡大西洋。那这个时间呢，约略就在10天之内。所以每一次这个川普给的时间呢，都是有蹊跷的，他都在等航空母舰，他从来就不是说，我们真的有心要谈判了。他如果说要讲到有心要谈判的话，我们看看他的Truth Social里面写什么。第一个，他警告北约，就是我们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在；那如果我们再次需要，他们还是不在。那也就是要记住啊，格陵兰岛那一块管理混乱的冰原，但是它这是有弦外之音的，它这里的 piece of ice， 那我们在英文里头讲 piece of cake 是什么意思？就是小事一桩啊，也就是他准备来修理北约了。那我们再看到下面这里，他也已经埋下伏笔了。
这个伏笔是什么？因为现在伊朗在霍姆兹海峡这里，那靠近拉拉克岛这里收钱啊。那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超级邮轮的价码，一艘大概都可以收到220万美元。那所以他说，你们最好别这样做啊！如果这样做的话，最好立刻停止。这个就是帮未来可能的另起战端呢留下了伏笔。那我们讲到说啊，这个有关于卡尼号，其实卡尼号真的要特别讲，为什么？因为卡尼号上一次在红海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行动。我们一般都是用飞弹把这一个可能是反舰飞弹或者是无人机打下来，卡尼号不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们的战系长觉得太贵了，所以用舰炮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卡尼号的这个伯克级驱逐舰呢，它在上一次它就实际的用舰炮来射击。舰炮射击其实是有风险的，为什么？因为舰炮已经到了最内层的位置，也就是它没有足够的一个战术纵深了。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说，卡尼号凸显了5寸炮的防空能力。以前大家都认为5寸炮其实不具有防空能力，我们就看到2023年10月19号花了10个小时击落了15架这个无人机，就是卡尼号创下来的。所以为什么特别提卡尼号？真正的原因在这里。但是5寸炮怎么导引呢？其实我们看到它是有这一个光学侦收系统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它可以提供第一个方位，第二个它是旁边有一个雷射测距仪，可以提供正确的距离。这个时候它火炮就可以正确的拦截这个来袭的无人机或者是反舰飞弹。所以这个美国一方面说停火了，要谈判了，可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他的动作还是频频啊，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局势呢？赖老师，当然一方面谈，一方面准备，一方面要准备再打哦，所以我想这个是各方面，伊朗也已经上过2次当了，所以其实伊朗也保持警戒，伊朗也不断的跟他的人民、跟他们的革命卫队说啊，这个不代表我们应该要松弛了，而且应该要随时准备备战。因为美国很有可能是透过谈判的方法啊，然后要发动下一次的更大的战争。但是他们认为说，只要美国敢发动下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那伊朗就绝对会让美国受到重挫。这次美国的 MQ-4C 它本身不只是造价昂贵的问题，最主要是它的功能是啊，它的这种无人侦察机啊，它的功能，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啊。伊朗曾经采用电磁干扰的方法，把一架 RQ-170把它引诱啊，然后完整的捕获啊，就是创造一个让他误判以为回家了，然后结果就直接降落，然后落到伊朗的手中。那伊朗，我想那一次的一个成功的捕获了美国一个非常完整的RQ-170的这个无人侦察机。对伊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的打掉这么多的 MQ-9，甚至 MQ-4C 那这一架对美国来说的话，如果是完整的被伊朗又用电磁干扰的方法捕获过去的话，我想这个对美国损失惨重，因为他们拆解之后可以掌握非常多美国在无人机还有在通讯情报这方面的一些数据这个对于美军来讲损失惨重，所以美国一定非常的在乎这件事，也一定会去想方设法了解这架飞机到底跑到哪里了。如果有一天突然间出现了说伊朗已经分解完了，然后他可能把相关的讯息也跟大陆或者是跟俄罗斯都分享的话，这个对未来美国非常的不利。不过我觉得谈到《纽约时报》所放出来的这个讯息其实蛮重要的，也就是说美国原本他认为他设在海湾国家的这些基地，在过去美国把它称之为前沿基地。前沿基地的意思道理很简单，就是说就像我的拳头一样，我把我的拳头伸到最前面来，那因为部署在你伊朗的周边所以他随时可以伸手去打你。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这个基地就很重要，就好像他在欧洲，他也在波兰，也在立陶宛、爱沙尼亚等这些，甚至在土耳其、在意大利、
在德国都设有这些前沿基地。其实，在亚洲也有哦，在韩国、在日本、在菲律宾、在新加坡也都设有这些基地，甚至在远一点点的关岛，还有就是在这个澳大利亚，它都有设。那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在《纽约时报》这次的分析里面就认为说，由于伊朗对于美军设在离伊朗其实还算有一段路的地方，那个基地是固定的，所以伊朗采用地对地的一个导弹，就能够把这个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几乎都瘫痪了，因为它的不断的轰炸使美国为了保存它的有生战力，就是兵员呐，大兵不让他们被炸死，所以他们的大兵都离开那个军事基地，躲到别的地方去，飞机就藏在这个机堡里面，然后甚至一些重要的军事装备能搬的就搬走了。那这样的情形，那些基地等于是形同虚设了。对美国来说，它后面的军事行动就显得很不便利。其实这个经验会告诉美国人，你设在韩国的军事基地，如果面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是毫无用处。你设在日本的也是如此，在菲律宾，你已经投下这么多的钱，设了9处的军事基地，可是以中国大陆的导弹的作战能量来说的话，那你设的这些军事基地基本上来讲是毫无用处，而且只会让你自己更惨，那也会让日本、韩国、菲律宾更惨。那各位想想，这个就是一个连伊朗这样的武器装备这么落后的国家都可以把美国打成这样，那以中国大陆的武器装备这么先进，美国根本这些基地没有存活的可能性，基本上是0，甚至连关岛、澳大利亚的存活性都是0。是，东哥怎么看？这10几年来美国跟各国卖那个武器其实有2种武器最抢手，一个就是先进的 F-35，它最近也被打下来了。那另外一个最先进的就是死神无人机，大家都知道，对不对？MQ9，它这一系列不得了。我们台湾买的4架 MQ9B， 没有携带弹药的功能啊，我们只有征收的功能。那你征收到的东西就是要给美国的，就是花很多钱。这个钱是多少呢？大概150亿的台币，4架。那今年秋天说要先给2架，明年再给2架，会不会送来？其实，大家都存疑啊。那在台湾把它翻译叫做海上卫士。那无人机这一次损失了大概10架了，超过10架了。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全世界都很纳闷啊，美国开启战端不管是俄乌他去鼓励，或者他自己去打伊朗其实全世界的很多买家都在看你的这款弹药、那款飞机、那个坦克有多厉害，战场实际上看好了嘛，所以他们厂商要去谈，他就把这个画面拿出来，你看，哇，某某国你看被我们什么样的摧毁，你看我们这个厉不厉害？那个价钱就好谈了。那无人机最有名的就是6年前，他们把伊朗圣城里的里长苏莱曼尼就把他刺杀了，他在机场就用无人机发一个导弹就把他打死了。那是伊朗革命卫队第2号人物那大家可以看到，那时候大家觉得哇，这个刺客的那个太厉害了吧那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在伊朗这边吃杯，他们自己都不晓得为了什么，因为经过这些年的变化，其实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来考量那这种无人机它虽然很厉害，可是它不是逆中啊，它不是逆中。那它有一套雷达系统，这套雷达系统叫RWR， 就是它可以等于说去有一个预警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预警雷达是很厉害的，但是因为它放在机户那它在经过这么多的战争它的缺点就出现了，就是说你的敌人如果从上空来打你，你就侦测不到嘛。所以现在伊朗的358型它这种拦截的那个飞弹它采取的是光电跟红外线。那这种和我们死神无人机这个系列的，它的那个征收系统就完全对它几乎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很多战争我们认为最先进的，后来都打了几次，很多缺点就出来了。那台湾要买的这个海上卫士，其实因为它跟我们要做防护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大家都知道嘛，都等着它来。结果现在看到了它里面很多窘态毕露了，这一场战争给我们很大的醒示，也在这里。
全世界也都在看这场战争，不过战争还没有完完全全停止哦。我们此刻要关注的是黎巴嫩。我们大家知道美伊战争，以色列有参战，可是黎巴嫩因为它南部有真主党的关系，也被以色列锁定大轰炸哦。我们先来看看现在。所谓被屠杀之后啊，黎巴嫩的真主党誓死要复仇，所以他开始用远程的火箭弹攻击台拉维夫哦，这个地方当然就是以色列哦。所以您看到这个画面哦，这个是发射的源头是来自于真主党啊，那。他们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反击呀！哦，因为我们的人被以色列屠杀、被轰炸，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以色列付出代价哦。所以您看到真主党向以色列南部的城市阿什杜德发射了飞弹，而以色列遭到了攻击之后呢，他的国防军开始回击真主党发射阵地。他先把你这个发射器啊，这个阵地给毁了。那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整个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哦，真主党就说了，这些地方我通通都是我的攻击目标。真主党说我要烧毁你以色列哦。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两个这个以色列跟真主党已经是世仇了哦，就过去小打小闹，或者是少部分的攻击都不及这一次的规模大。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就说，真主党可能会把火箭弹袭击扩大到以色列北部以外的地方，像是南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攻击了嘛，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整个带弹啊，要全力防备。可是拦截器数量已经锐减到2位数啊，拦截的数量。因为大家知道他们有铁穹哦，他们有很强的一个拦截的一个系统，可是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弱了，他们现在越来越依赖美国海军的飞弹防御能力。在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出动了无人机，这是 FPV 无人机，他们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哦，有一个地方的一辆哦，我们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导播让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从远处过来，然后它袭击这个包括以色列北部的马加利奥特定定居的一个点的一辆以色列军用越野车哦，所以它是军方的车，它是这个飞过来哦，摧毁他们的一个军用越野车。那无人机在这一场战争里面被广泛的运用，已经不消说了。那另外呢，所谓的和谈呢，全世界都在看哦，有可能和平会来哦，所以这个在狂轰黎巴嫩夺300条人命之后，以色列说好，我下个礼拜要和谈。真主党不可能答应啊，他不理。他说：“你大轰炸，4月8号才刚刚哦，在我们的真主党大本营，包括贝鲁特以及其他地区展开最大规模的轰炸，超过300人丧生，上千人受伤。你打完了之后，你炸完了之后，我们死了这么多人之后，你告诉我你要和谈哦，所以现在看起来真主党已经不愿意了哦，所以这个伊朗总统也发话了。”因为这个真主党跟伊朗是友好的关系，所以伊朗总统裴泽斯安说：“你以色列空袭已经违反了停火协议，所以让这个谈判已经失去意义了。伊朗人不会抛弃黎巴嫩的人民。”哦，那当然，其他世界国家也都在看这一场战争哦，所以谴责来自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西班牙。我们看到西班牙的外交部部长说：“哦。”你这个地区的局势原本出现一线希望，就是和平谈判。可是你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对全人类良知的真正羞辱。所以呢，西班牙将重开驻德黑兰大使馆，希望借此鼓励各方致力于谈判，推动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作为一个斡旋者，巴基斯坦他也说话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的防长就批评以色列哦，他话说得非常重。他说，以色列近年来分别在加萨、伊朗、黎巴嫩掀起流血冲突，以色列是恶魔，是人类的诅咒哦，所以他的话说得非常非常重。那纳坦雅胡到底为什么这么好战呢？他不愿意停火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卫报》就报道了，他说纳坦雅胡他赌上了一切，可是内外受挫，现在恐怕成为伊朗战争的最大输家哦。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际地位本来在加沙的大轰炸那个时候呢，已经他整个颜面啊，还有国际地位都受损了。那现在呢，被指控犯下种族灭绝，而且如今恐怕会进一步恶化。那个时候加沙把它围起来，狂轰滥炸
大家很多外界估计可能几万个平民，包括小孩、包括妇女，在加萨这个地方已经被屠杀了。那现在呢，又再度对这个包括黎巴嫩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点呢，以色列的法院重启审判，因为纳坦雅胡之前有一些贪腐案所以以色列的法院宣布，纳坦雅胡长期延宕的贪腐审判将于12号重启，所以有可能变成一个变数吗？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不能排除哈，因为现在很明显的，以色列也发觉内塔尼亚胡采用这种不断的连外的征战的方法，维持他的战争内阁。那以维持战争内阁的名义那么一直去延宕他的这个官司涉及贪赌的这个官司的一个运作。那现在法院也发觉，内塔尼亚胡原来是采用这个策略。那他们本身不愿意他们的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受到挑战，所以他们要启动对于内塔尼亚胡，不管你这个是否还在发动战争，国家是不是还在进行中，国家是不是还在危急，他们还是要去处理，因为他们他们如果不尽快处理的话，内塔尼亚胡他就食髓知味了，他就发现说我逃过一劫了，原来我可以用这种这个方法来不断的去制造纷争，然后让他的官司一直没有办法被处理，因为他的贪赌案的证据是比较明白、比较确定的，所以连川普都打电话给这个以色列的总统，寻求以色列的总统说，你就给内塔尼亚胡特赦嘛，你给他特赦，什么事都没了嘛。但是以色列总统认为说，我怎么可以给一个贪赌犯一个贪赌的人，我如果给他特赦的话，那我们以色列变成一个贪赌国了。我好像想起，我好像想起台湾有人好像一直主张马英九给某一个人特赦那变成台湾是一个很贪赌的一个地方。这个好像也不应该还好马英九守住了，现在的以色列的总统也守住了，真是不错表现得很好，避免我们台湾沦为一个贪赌的一个地方对于贪赌犯给他特赦，给他大赦，那以后每个总统都拼命贪就好了。那以后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贪的还不够，200-300亿不够，我应该贪个1兆或者1-2千亿放在口袋里面，反正你们一定会给我特赦嘛。这个是题外话。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以色列的法院的处理是对的，是正确的。我觉得一个贪赌犯一旦确认以后，该送到监狱就送监狱了，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保障，没有司法豁免的因为任何一个人贪赌，只要在他位置上，不管官再大再小，那么实际上就应该要向他一鞠躬。台湾在这方面还是有欠就该修正，因为我们现在以后在任何在位置上的贪赌犯，不管你是总统或是谁，那么一旦涉及贪赌，就直接拔掉，不用等到你卸任以后再去起诉。是，来请教舰长。前一段时间有100位的这个国际法的学者，或者是国际法的法官直接联署就是国际法的重要性，但是没用为什么？因为纳坦雅胡其实就是个标准。我们这样看我们大家讲的现在的联合国的宪章第2条第4项讲得非常清楚，不得使用威胁或者是武力，不要说武力了，连威胁都不行。可是我们来看看纳坦雅胡，他将以色列的部队挥军北上，直接打黎巴嫩。那我们另外讲到第51条呢，来讲到说，如果受到攻击的时候，安理会必要采取必要的办法。安理会想不想采取办法？想美国一票反对。所以我们这样讲美国跟以色列其实都是这一个世界为什么动乱的真正根源。所以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的这个防长他说以色列是恶魔，那是人类的诅咒，一点都没错。我们这样看Foreign Policy 这一个期刊里面特别讲到，纳坦雅胡会破坏伊朗战争的停火协议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现在那个伊朗说就是那个如果黎巴嫩持续受到轰炸且伊朗没有被纳入停火协议的话，伊朗将放弃停火并采取强硬回应。川普知不知道？川普知道川普说我现在正在向
以色列施压，但是施压有没有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我们来看看啊，现在的黎巴嫩的南部其实就是遍地炮火的这个样子啊。然后呢，以色列坚称他打击的目标是真主党，但是以色列军方屡次袭击的却是人口稠密地区，他就是想要让这一些平民把真主党挤出去。然后而且呢，那在这个地区的观察家也特别讲到，以色列正以黎巴嫩的医疗系统为目标，这一个方式大家是不是觉得耳熟能详？因为他们之前在加萨走廊是不是也是专门打医院？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其实以色列做这些举措啊，根本就是纳坦雅胡应该直接逮捕。但是有人逮捕他吗？没有。他可不可以到美国？可以。他可不可以到这个联合国大会？可以啊。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不用再讲了，你直接应该就把他送到国际刑事法院啊。你有送吗？你没有。那讲太多一点用都没有，而且还让纳坦雅胡直接在联合国大会上面演讲。这个是发生在去年的9月26号，他还说这是诅咒啊！诅咒他讲的是哪些国家？他讲的是叙利亚，他讲的是伊朗，还有伊拉克。他现在他们就是要发动一个宗教战争，然后直接消灭这些诅咒。所以我们说啊，这绝对没有过分啊。也就是这个纳坦雅胡的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们可以看到12日，也就是刚刚讲说，以色列的法院要重启对他的审判，他一定在11日的半夜开始准备，立刻再发动战争，让法院审不下去，因为又在作战之中。董哥怎么看纳坦雅胡？怎么看黎巴嫩的问题？大家记得几年前美国带头之下，然后在联合国控诉说中国大陆对新疆实施了种族灭绝，然后大家就通过，就开始谴责啊，没有任何证据。但是现在纳坦雅胡在加沙走廊已经杀了7万多人，有一半是女人跟小孩啊，他的种族灭绝全世界都看到了，那活演给你看，没有人讲话了啊，这就叫做种族灭绝，这当着全世界所有的媒体杀给你看，就是这样。记者也被杀，连记者也被杀，记者被杀了，几乎每个媒体的记者都被杀，都有那大家看到就这一幕，就觉得他为什么敢这样？因为他是美国的小弟，在中东的小弟啊，是美国在那边的一条狗啊。但是这一次跟伊朗的战争，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常常在讲一句话，叫做狗摇尾巴，现在变尾巴摇狗。美国也就下去了。川普反正觉得说，我如果好好的打这一仗，在2个礼拜、4个礼拜把伊朗打垮了，我3月31号跟习近平见面，我走路有风啊，对不对？这么大的国家，你看跟我投降了，结果没有。那今天其实在美国就目前为止，在美国很热闹是怎么样？MAGA的那些名嘴每天吹捧川普，现在都跟他唱反调。川普很气，在自己的书上面写你们这些人乳蛇，你们愚蠢，你们是要博反面。大家看了哈哈大笑。这些捧川普捧了好几年的这些名嘴都看不下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但是大家也很清楚。其实，在整个中东我们像纳坦雅胡这么嚣张的，他当然有美国的犹太的那个社会在挺他嘛。那挺了，其实现在已经大家都没办法忍受了。我最近在网站里面看到很多以色列的人民他们在网上说我们被打了怎么样，结果想要讨拍，下面一股脑所有的人全部写你们活该，你们该死，你们死越多越好，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因为的确你们这几年做的已经违背了整个人的价值啊。所以我们看巴基斯坦，他说你是人类诅咒，你是恶魔，没有错啊。以色列现在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就这样。那现在连美国也被拖下去美国当然他是有一个叫川普这种总统，他就是搞这些嘛。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你不管是2个礼拜后怎么样，其实这些没有人相信会有人遵守这些承诺的，一定继续打嘛。这一次伊朗被打了以后，他旁边他本来有3个小弟，哈马斯对不对？在加沙走廊胡塞组织在也门
好，然后现在黎巴嫩的真主党，其实他们自己在他们的国家本来就是反对运动，他们是游击队，是，结果他们凝聚起来，因为他们过去都在伊朗的资助下，那现在伊朗被打，他现在变成通通出动了，所以以色列跟美国在中东这块土地，是他碰到的敌人很多很多啊。没错，没错，包括在伊拉克也有反叛军，对也是听命于伊朗的哦。伊朗的所以这块土地尽管暂时看起来好像停火，未来这个问题非常多。我们现在来看看现状是什么。尽管是停火，可是像是伊朗的无人机也被指控说，它还在继续袭击，包括科威特啊，还有阿联酋都被打了哦。那你也可以看到，包括现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能源命脉，这些输油管跟油田一样被波及了哦。其中有一座抽油站，它运输量每一天现在减少70万桶哦，所以你看到包括荷姆兹海峡被封锁，还有这个石油管被破坏哦，对全球的石油供应链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哦，所以未来可能我们全球大家所有人可能都要勒紧裤带了，各种的挑战都要来了。而现在呢，荷姆兹海峡到底能不能过呀？伊朗现在每天就是允许15艘船通过哦，尽管川普说，你要给我全面开放呀，这个根据停火协议，至少这2个礼拜你要给我开放啊，可是没有用哦，这个现在这个管制权在伊朗的手上，他每天就是让你15艘船通过。我们看到，包括川普不断的在社群媒体上贴文，他就骂伊朗。说你这个管理的很差呀，你不能收这个通行费呀，一直不断在空中讲这些话。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美国的学者跟一些专家就在讲了，他说因为这一场战争让川普的手脚都被大家看破了，包括美国被他拖下水，走向苏伊士时刻纽约时报说，这个对伊朗开战重创了美国的信誉，现在中国成为最大的赢家，吃鹰保泰嘛那另外呢，有一个民调 Political 最近针对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还有比利时6个欧盟国家做一个民调，结果这一些民众，这些国家的民众说，美国比中国更具威胁性认为美国有威胁性的是36%，中国有威胁性的是29%。除了法国跟波兰之外，其余4个国家都认为美国的威胁高于中国。而显示呢，川普重返白宫之后，欧洲民众对于他的信任度是崩塌式的下跌。那另外呢，北京在这一次的停火协议里面有没有角色呢？白宫证实美中高层有来谈伊朗的议题，所以白宫发言人李维特也说了，川普非常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今天我们也看到郑主席这个郑丽文也跟习近平见了面，5月中旬这2个人要见面的，那当然还会有一番的这个景象。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伊朗跟美国协商之后呢，北京它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所以将重新权衡川习会的策略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前资深外交官罗素，他就说北京已经看破了川普的弱点，知道他不会真的实现他夸张的威胁，所以呢，川普 always chicken out， 他总是退缩就是 Taco 这个标题呢，在中国的社群媒体上也疯传。那另外我们知道这个在战争的初期，不是有一个 F-15战斗机被击落的消息出来吗？那个时候 FBI 这个美国的各种的这个管道就在查到底是谁泄密的那我们看到现在 FBI 说已经逮捕了一名涉嫌泄露 F-15战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的讯息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雇员有一个人被抓了，就不能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你怎么讲出来的呢？那另外呢，伊朗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他们发了一个贴文，他们就说美国的三角洲部队看起来好像是好莱坞的影星动作俱乐部，包括在伊拉克你看到，包括在伊朗包括在委内瑞拉这个把这个的领导人给抓走这个也一样这个在伊拉克这应该是海珊吧把他给抓走。像这样子的一个摆拍，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好莱坞的电影的一个景象，所以是动作片的俱乐部。来请教赖老师。川普到现在他在国际间坦白说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很大。
欧洲有做了2份的民调，这个民调是由皮尤公司所做的。皮尤在国际间的民调是蛮有名的因为它都是长期的一直在追踪。它的2份民调，它第一份的民调是先问说你比较信任谁啊？那他问一个就是你比较信任美国的总统，还是比较信任中国的总统啊？中国的国家主席。结果我们看到这个信任度里面，中国排名很靠前。然后川普跌得很低，总共差了9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百分点然后就问第2个问题，就是说，那您觉得领导力这个部分，也就是治理国家的能力，还有治理世界的能力，谁比较强？那中国大陆习近平的领导力也远远碾压川普的领导力。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朝正向的方向来问，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比较。那现在问的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你认为美国对欧洲的威胁，或是认为中国对欧洲的威胁谁更大？那现在做出来的是，欧洲人认为美国对于欧洲人的威胁比中国大陆对欧洲人的威胁还要大，这个就反差很大了。这个跟过去大家所印象中的说欧洲是美国坚实的盟友这个形象，整个是逆转过来。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现在的欧洲人认为美国人非但不是他的盟友，也不是他的朋友，甚至已经对于欧洲人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威胁。这个是从关税的威胁、人权的威胁，对 ISIS 也就是对移民的这些人权迫害的威胁，还有现在直接去打这个伊朗，违反这个国际法，违反美国的国内法，直接去打伊朗的这种战争的威胁，而且威胁要对于欧洲要惩罚、要制裁，然后要退出北约等等的这些，都让欧洲人对于美国认为说，原来战后的美国到现在开始，这是一个分水岭，你不再是我们的盟友，你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威胁了。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很深远的。如果川普这样子一直走完他的任期都没变的话，那这个刻板印象就会慢慢形成了。整个欧洲人他们的意见会反馈到他们的政治人物。那像吕特这种哈巴狗这种去谄媚的，他在他们的国内也好，在欧洲他的形象跟影响力跟地位会一落千丈。现在吕特已经变成里外不是人，川普把他骂得像狗一样，回到欧洲，欧洲人把他骂得像狗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吕特现在的情况处境真的是很悲惨中国大陆有帮川普弄了一个下台阶，也就是最后斡旋成功的时候，川普自己都承认了伊朗也承认了，也就是事实上是中国大陆那么斡旋最后的那个关头，那么推这一把的时候，让伊朗愿意跟美国和谈。可是问题就是现在的和谈何其难还没谈的时候，你以色列这样子狂轰滥炸，所以使所有的和谈又失败。那你为什么美国连以色列都管不好？美国，你川普到底有能力还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你自己要证明你是一个有能力的总统至少要管好纳坦雅胡嘛。他管不好的，管不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包括川普现在的评价？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于川普，其实也就是他成就了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一直都是既有强权想要压制挑战强权，或者是挑战强权想要向既有强权的这一个霸权进行挑战，但是中国没做这些事，而是这一个美国自甘堕落，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就说川普有关于这个霍姆兹海峡的部分这个我们看到现在所公布的，也就是伊朗所公布的是上面这张图也就是如果你是要从阿拉伯海进入到这一个通过这个赫姆兹海峡的话，你就是要接近在这个拉拉克岛以北。那如果你是要从里面波斯湾出来的话，你就是要从拉拉克岛的南边。他告诉你这里很危险有水雷那怎么可能有水雷？有水雷之前的这些
邮轮为什么没撞上啊？那其实这个分道通航制原来就有，可是原来的是这个位置，而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上面这个位置。那我们讲到说啊，其实这个有关于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呢、我们看到3月12那个是很早以前的时候，所有的邮轮都在这边等。那我们看到霍姆兹海峡没有船通过，拉拉克岛这边也没有，这些货轮都是伊朗自己的。可是我们看到4月8号，他们开始可以通过的时候，一堆船，邮轮啊，红色的点就是邮轮，聚集在这边干嘛？我要付钱，我付钱那个220万美元，那我付，赶快通过。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区域就像是我们刚刚川普所讲的那个，对不起，是伊朗所讲的，这里有水雷啊，大家不敢走。但是川普说管得不好，真的是管得不好吗？不是，他想分一杯羹呐。我们看到这个 The Hill， 也就是国会山庄报，他讲什么？他讲说伊朗要求啊，每一桶那个油啊要付1块钱的美元。那我们看到川普说什么？川普说，这个合资企业我也有兴趣啊，那我们来大家一起合作是做生意吧。那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川普贪婪的本性一直不改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个三角洲部队啊，对，为什么这一次没有照片？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那这一次其实有很多的照片呢，都是飞机坠毁的照片。这个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飞机去援救 F-15的飞行员吗？是吗？他们想要塑造成一个所谓的一个成功的援救，但是或许真相是失败的渗透。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时间留给董哥。大家看了这场战争，出乎大家意料，伊朗表现他强大的那个韧性。这个韧性虽然开始猝不及防，包括哈米尼还有那48个高级军官将领统统被杀，但是你最后看他的韧性在哪里？我自己的感觉是在地底下，就你侦测不到，你有非常多美国很多厉害的东西，你侦测不到它。那你只想象都可能在这里。那美国的方式就怎么样？我开始花钱去买看里面有没有内奸，所以他们在委内瑞拉收买很多人，在伊朗也收买很多人，但是因为战争越来越激烈，很多人就被抓出来了，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在地底下很多东西你侦测不到，而且这几年在全世界很多东西都改变了。过去各国在打仗要依靠美国的 GPS， 现在不用，现在中国大陆提供的北斗比他还厉害啊。那这个一下来的话，就是代表你一个战争里面的眼睛啊。所以你很多导弹或怎么样往哪里射，让美国测不了。那美国以前可以掌握你，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系统。当你摒除美国的东西的话，你跟他好好的来打一仗的话，他就慌了手脚，因为他过去他能够了解的就是你用我的东西，我用你的间谍。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我在地底下。我们是一个高原国家，又这么大，希望你进来你就死定了，管你三角洲还是海豹部队。现在伊朗有这样的底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这样也就是伊朗跌